有一种生物，从来没有人能证实它的存在，可是它却无时无刻地陪伴着全体中国人。不仅过年要舞它，2月2要抬它，端午节要赛它，它的身影更是在汉文明的记载当中整整贯穿了7000年。它就是中国龙。龙年马上就要结束了，可是我的疑问还没有结束。为什么12生肖当中11种动物都确有出处，只有龙是虚构的呢？为什么在易经当中，先民先画出17种最常见的动物，却只有排在第1位的龙被认为是想象的呢？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小杜有必要在龙年的尾巴来考究这么一个问题：古人到底有没有见过龙呢？或者说，古人见到的那种龙形生物，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见龙在古代生活当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儿，一旦有人发现龙，就会立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比如公元前523年，鲁少公19年，郑国发大水，人们发现有2条龙在国都南门外的大河当中打架，老百姓们都非常的激动，但他们并不是去看龙，而是跑去请求朝廷对龙进行祭祀。而郑国的执政官子产就更淡定了，回复说道：人在世间争斗的时候，龙不曾管我们，现在龙在门外打架，咱也别管他们了。10年之后，鲁少公29年的秋天，又有一条龙出现在晋国的绛地。晋国当时的执政大臣魏献子还饶有兴趣地跟太史蔡瑁讨论，龙是不是百兽中最聪明的一个。到了汉朝，章帝5年，在如今的河南省零陵县，曾经一口气出现了8条黄龙，2条大的，6条小的。大龙带着小龙在水上嬉戏打闹，惹得全县的老百姓都去观看。最近的时候只有几十米，大家纷纷对龙这种群居生活的状态感到很神奇。三国时期，蜀地曾经有过黄龙县市，在当今的四川双流县，黄龙逗留了9天才离开。不仅蜀地，曹魏方面也曾经出现过轰动一时的青龙事件。公元233年，太和7年正月，在如今的河南夹县的一口大井当中，人们发现了一条青龙。青龙在井中盘旋了10多天之后才下潜消失。这一事件狠狠地震动了曹魏朝堂，以至于当朝天子魏明帝曹睿亲自带着首都的百官浩浩荡荡来到了夹县观摩，并且紧急指派画师当场绘画。结果还没等他画完，龙就下潜了。对于这次见龙，曹魏方面表示出高度的重视，不仅特地将年号从太和改成了青龙，还把见龙的地方由摩碑改为了龙碑。摩碑当地的老百姓，男子全部禁绝2的，鳏寡孤独者一律免除当年的赋税。后来跟着皇帝一同去看龙的刘绍，每次回忆起来就会激动地说，虽然早就听闻龙瑞的传闻，但我从没有像那天一样看得如此真切。时间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见龙的记载就更多了。左一个西晋太史9年，有2条黄龙出现在四川汉源县一带，县令董玄之收到消息之后大为兴奋，号召全县的老百姓都去观看。又一个前燕慕容晃12年，黑龙白龙现于龙山，吊堂龙嬉戏打闹，慕容晃率领百官前去观摩，最近处只有200步。要么就是前秦大将吕光征西域的时候，发现一个头上有角、目光如电、身体如大地一般粗的黑物。面对如此惊悚的生物，主帅吕光却淡定得很，他微微一笑，给手下们说道：这是黑龙也。史料记载，从汉朝到隋朝的800余年的时间里，见龙的记载高达108次。隋唐及后世关于见龙的记载只多不少，比如唐朝人抓住龙之后，曾经一度摆在长安的大街上供人们观赏。不过隋唐之后，随着文献的繁多和著书的增加，对龙的记载逐渐变得混乱。鉴于时长的原因，咱们就不一一罗列了。看了这么多的古籍记载，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回答，那就是龙到底是不是一种生物呢？它是灭绝了，还是隐藏在某个角落里了呢？其实这个问题古人早就讨论过了，而且他们结论依旧是生猛大胆。龙不仅存在，而且还可以抓起来养着当宠物。让我们回到开头那次鲁少公29年的见龙记载，当龙出现在晋国之后，引了不少人前去围观，由此便引发了能不能活捉龙的问题。执政大臣魏献子问史官蔡瑁说，我听说动物中没有比龙更聪明的了，所以人们才无法生擒它，是这样吗？蔡瑁回答道，不是龙太聪明了，而是现在的人太笨了。想当初上古时代，国家有专门蓄养龙的官员，叫做换龙士，此外还有驯龙的，叫做御龙士。魏献子听完这话，震惊的眼睛瞪得像铜铃。随后蔡瑁继续缓缓地说道，当年
董父非常的喜欢龙，能够掌握龙的嗜好，并以此喂养它们。久而久之，董父就驯化了龙。后来大顺帝便赐他为幻龙氏，所以大顺时期是有人养龙的。到了夏朝，天帝赐给孔甲4条乘坐用的龙，分别安置在黄河、汉水。可孔甲不会喂养它们，又找不到幻龙氏。好在有个叫刘磊的，曾经跟幻龙氏学习养龙的方法，他便能够用这个本领来服侍孔甲。孔甲的龙被养活了，非常开心，于是便嘉奖刘磊，赐他为御龙氏。如果按照蔡邈的说法，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得出2条结论。第一，在上古时期，龙虽然也很珍惜，但并不是很难见到的，很多人都曾经跟龙产生过亲密接触。第二，从帝舜到孔甲，大约400多年的时间里，华夏大地上曾经出现过一批以豢养龙为职业的专门技术人才。作为现代人，蔡邈的这种说法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但人们震惊归震惊，人家老蔡先生可不管你这一套，他继续火力全开地说道：孔甲的一条龙不小心被刘磊养死了，刘磊就悄悄地把这条龙做成了肉酱，进奉给孔甲。孔甲一吃，感觉还很不错，还特意指示刘磊多抓些龙回来吃。刘磊听完一阵担惊受怕，索性就连夜跑路了。你还真别说，蔡邈的一番话乍一听还挺有道理。其实在古籍当中，不光是上古时期，即便是到了汉唐这种典型的封建盛世，也还是有幻龙食龙的记载。据《拾遗记》记载，西汉时期，汉昭帝刘弗陵带着百官派到渭水边上钓鱼，有人钓上来一条白鲛，长3丈，无鳞角，头有1角，但奈何刘弗陵不识货，不以为意地说，这杆长鱼有啥稀罕的？于是就当场安排厨子把这条龙给腌成了咸菜。刘弗陵和百官看着这龙肉骨清肉紫，也没多想，便一口吞了。等吃完了琢磨这个味道的时候，刘弗陵这才反应过来，一拍大腿，懊恼地说道：这原来是龙肉。同样是汉朝汉章帝时期，天降大雨，有一条倒霉的青龙随着大雨堕落到了皇宫里。汉章帝知道之后，同刘弗陵一样，二话没说，立刻吩咐御膳房把这条青龙给烹了，并且煮成龙肉粥，分赐给在京的各级官员。想必满朝文武收到皇帝的龙羹一杯，一定会激动的与家人共同分享吧。到了西晋时期，高官张华既是朝廷重臣，也是一名博物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博物志》当中，曾经耐心地教导人们说，吃龙肉的秘方在于提前用醋泡。后来大文学家陆机用鱼肉宴招待张华，张华只是看了一眼器皿中的肉，就当场断言这是龙肉。众人当然不信，张华便让大家往里面倒点醋。众人照做之后，果然有5色光芒从中泛出，照亮了整个屋子。陆机也觉得神奇，于是呢，便向进献者询问。经过确认，盘子里装的果然是龙肉。所以，如果大家需要在家里摆龙肉宴，又想显得自己很懂行的话，一定要表演一出醋泡龙肉的戏码。等到5色光芒闪耀的时候，吃龙肉的仪式感也就出来了。与大家想象的不同，史料中所呈现出的龙的形象，并不是影视剧或者绘画上那样的张牙舞爪、喷火吐雾。相反，龙的性格非常的柔顺，甚至有些亲人。正因为这样的性格，当人们遇到龙又不知所措的时候，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动手杀龙。唐朝咸通年间的一个春天，在舒州桐城县，人们正像往常一样准备养蚕缫丝，突然间风雨如晦，只见一条青龙在天空当中与敌人缠斗，云中还不时传来阵阵击打声音，而受伤的龙血也随着雨雾洒向大地，把那些蚕茧都染红了。后来这条龙大约是战斗失败，堕落于某户的庭院当中，当场殒命。县里的老百姓本想把这条龙运到州府，但是龙的身体太大，最后只能鼓起胆子把龙斩成了10几段，装在小车里送到了州里。唐朝的老百姓斩断死龙，到了5代十国时期，人们就更生猛了。后晋年间，在河北的常山郡与邢郡的交汇处，曾经有人斗杀一龙，当地的豪强曹宽还特意收藏了这条龙的角。按照这条史料记载来看，河北地区不仅有慷慨义士，还有武艺高强、能直接杀龙的好汉。当然，关于人杀龙，最有名的还是辽代的开国首领耶律阿保机射杀黑龙一事。这条被射杀的黑龙，最关键也是最与众不同的是，它并非像之前的剑龙故事一样寥寥数语一带而过。相反，这条龙不论是辽人、宋人还是金人，
都有人亲眼见到过。首先，作为正统史书的辽史言简意赅地记录了此事。公元920年，辽神策5年5月，有人在拽腊山南的河里发现了龙。耶律阿保机闻讯之后，立即前往将之射杀，并把龙骨藏于宫廷府库。150多年后，北宋著名学者沈括又再次提到此事。宋神宗熙宁8年，公元1075年，沈括奉命出使辽国进行谈判。在辽国的日子里，他曾经亲自登上当年射杀龙的那座拽腊山，如今已经改名为夜来山，实地参观了保存龙骨的庙，并且写下了龙蛇藏于庙中，其形如剑这样的记载。再往后，1129年，南宋官员洪浩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使金朝，因为政治原因，他被金朝扣押了15年之久。在此期间呢，他也记录了这条被射杀的龙。他称，辽国灭亡后，这条龙的尸体被转移到了金国的府库当中。如今的龙尸四肢俱全，只是头上的角被人锯走了。再往后，到了1214年，文学家元好问又再次记录此事，并且记录得更加详细。他称，这只龙的体型，身子长，腿短，龙身大约长5尺，舌头长2寸半，舌头长得像菖蒲草的叶子。可以看到，耶律阿保机射杀黑龙一事，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不断的有人记录，甚至亲眼见到了这条可怜的龙。可见，在那个时候，龙能被人们所杀，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共识了。其实，在世界的各族民族的神话当中，都存在一种身形巨大的龙形形象。科学家推测，这或许是因为早期人类在蛮荒时代确实亲眼目睹过一种巨型龙一样恐怖的生物，也一度被这种生物带来死亡危险所折磨，所以这种记忆才在世界各处的古老文明当中屡屡出现。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中国龙和外国龙有一个巨大的不同，那就是中国龙往往与人们有着更亲善的关系。事实上，按照史料来推算，中国龙的原型可能根本就不是一种凶狠的食人猛兽。老虎会吃人，蛇很危险，鳄鱼会拖人下水，这在上古时代并非不可认识，而是一种人所共知的共识。但在中国，所有关于龙的回忆当中，人们或许能够感受到神秘、力量、风雨，但却从来没有过血腥和危险。而且，所有关于见龙、唤龙、坠龙的记载当中，从来都不曾见到龙主动对人发起攻击。相反，每当有龙坠于地面的时候，总会有热情的老百姓给龙搭上凉棚，用以遮阴，或者往它身上浇水，用以保湿。人跟龙始终在一种默契的和谐当中共存着。所谓的人们口中的恶龙，无非是因为当龙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来大风、暴雨、云雾。人们或许因为这些天灾导致农业生产被破坏，才渐渐给龙安上了恶名。恶名的背后，并不是人们对龙的憎恨，而恰恰反映出了中国人反抗自然、决心征服水患的勇敢精神。好了，视频的结尾，我们来讨论一下龙到底存不存在。作为一个历史博主，小杜在这儿肯定不能断言。毕竟，一方面，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往往会将见龙这一现象视为政治清明的代表，因此，每当这些祥瑞出现之后，朝廷就会极力的加以宣扬，甚至会直接奖励见龙的人。比如，东汉就曾经下达过，凡是发现凤凰、黄龙的地区，免去2年的租赋。最先见到龙的人，朝廷赏赐锦帛或者官爵的条令。在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之下，从元和2年到章和元年，短短3年间就有44起黄龙现世和139起凤凰现瑞的记载。在这其中，那肯定有明显的弄虚作假。但另外一方面，科学精神对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事物，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就像有些人爱好 UFO、外星人和水怪一样，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他们的存在。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喜欢龙这个话题，我们大可以保持浓厚的兴趣，不断的加深研究，并且期待真相有大白的那一天。我是杜如慧，我们下期见。